前文书说到，绝创敢为天下先，在恐龙混战中推出修罗王合体，但拉垮的质量和拼装级别的设计，让这套产品至今被迷友嗤之以鼻。但它也并非一无是处，至少绝创和他的对手将开启一个变玩圈的新时代，而这一切最终也牵动官方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盘盘绝创对手的当，以及他做了什么让变玩圈影响至今。如果说变玩圈水火难容的两大阵容是官方党与第三方党，那么在变形派和金刚派的争端中，前者可以说只能是小巫见大巫。所谓变形派，自然是追求巧妙的变形设计、赏心的把玩体验为基础，在形态转换中体验设计师灵性的作品。当然，这也是变形金刚这个 IP 的初衷，所以这方面的受众群体还是占大多数。而金刚派自然是以角色为第一要务，这一类玩家追求的是角色的造型还原、数量不完，以及在美术设计方面的独到见解。他们不在乎什么变形结构如何，只要摆那儿看着帅，符合心中对于角色塑造的预期值，他们就会很满意。反正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把玩，大部分都是放在展柜里展示，所以美型和细节必须到位。不得不说，绝创的产品非常符合金刚派的需求，美型够高，细节描写也够精致，涂装和电镀也让百贵战狮的模型光彩夺目。至于其他结构质量什么的，其实根本不在乎，帅才是一辈子的事情。哇，好帅啊！于是绝创还是有一定的受众群体。况且在后来价格跳水后，许多玩家也只是便宜点买一套放在那儿看着就好了。到后来，一些其他的第三方产品也开始效仿，甚至近几年铁机巧、三菱、风雷、Prime One Studio 等不可变形甚至不可动的官方授权厂商，也开始市场份额越来越足。当然，这都只是玩家的选择，喜欢怎么玩，喜欢买什么产品是个人的事情，你管不着。绝创修罗王的推出确实对后续第三方产品起到了一定启蒙作用，所以后来者也不乏出现 AAT、TFEVO、巫毒等一系列只注重各种形态还原而变形体验差的厂商出现。我他妈的怎么不正常了？当然，至少绝创还占了个金刚派的市场份额，而他的对手就没有那么幸运了。TW 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古老的品牌了。自从 TFC 原始团队分裂后， TW 就是其中分支之一。早年间的擎天柱、威震天、大黄蜂，乃至于头领系列和调节车系列都有不错的粉丝反馈和销量口碑。于是在恐龙大战刚刚拉开序幕的时候， TW 也紧随绝创的脚步推出合体修罗王。相同的题材，面对一个新厂的首秀，其实早期的 TW 并没有太多压力，毕竟从品牌创立至今，产品的素质一直在当时属于领先水准。第一款淤泥出厂了，各方面的素质都还不错，美型在线的同时，变形结构也比绝创的设计要高级不少。至少在那个年代，大家的设计水平都没有如今那么卷。淤泥在各方面评价下都还可以，和绝创的布局一样， TW 也选择用嚎叫作为另一条腿。此时的两家都处于几乎同一时期，产品素质却明显天差地别。毕竟老 TW 知道变形把玩的重要性，所以产品设计难度并不高，也没有明显的蹩脚设计和过多的连感。板件厚实，把玩体验这块胜出绝创好几条街。几乎相同的价位，许多玩家开始在两家之间难以抉择。也是在这个时间档，撞车的修罗王让这两家成为当年圈内热门话题，打开任何一个交流平台都能看到两家的对比。但那时的玩家间还没有那么多戾气，偶有撕逼也只是惊鸿一瞥，瞬间就被大家埋没在理性对比的讨论中。那个年代的圈子还真是令人怀念。但后续略有不同的出货方式，让两家修罗王开始有了变数。作为老厂的 TW 自然很聪明地选择了先出4只的方式销售，飞镖也好，
铁渣也好，作为两只手臂，其实玩家也不太在乎变形结构如何。况且在美型这块 ，TW 还是有独特的见解。与绝创的魔改风完全不同的风格 ，TW 选择了更接近当时官方气质的画风。虽说棱角分明，但也在倒角过渡方面下了心思。更何况 ，TW 的铁渣龙形也相当不错。横向对比所有第三方的铁渣，几乎可以和 P-FPJ 一起跻身前3。单体美型方面，单看四肢，两家完全可谓平分秋色。设计和质量方面 ，TW 的经验更高一筹，直接胜出，并且后几款 TW 的价格也略低于绝创。各种优势对比之下，胜利的天平开始逐渐向 TW 方向倾斜，眼看就要拿下修罗王的胜利时刻，最后一款钢索却直接撅了老将的腰。将军，不可心急呀！本来是挺好的一套还原同人设定卡面造型的合体，但钢索的整体人形比例为了照顾合体，呈现头重脚轻的崩坏感，两只小腿就那么轻飘飘的立在那里。头雕也让玩家怨声载道，感觉 TW 想做出钢索人形的壮硕感，但力道有点太猛，没收住。为了照顾合体的大腿连接，钢索单体的小腿又显得极为空荡，在人形可以说完全没有任何优势。再加上龙形纤细的脖子，也为了照顾一体变形的身体显得营养不良。脸颊的细节刻画虽说并未呈现画蛇添足的效果，但这3撇红红的点缀，像极了害羞的钢索，萌萌的少女心。我的天哪！这种极大的反差，虽说也能戳到不少人的萌点，但主流还是无法接受这奇怪的画风。合体金刚毕竟是3变，设计难度玩家可以理解，只盼着合体后的效果能满足大家的期待。但当抱着4肢的玩家盼来了钢索，组合起来晃晃悠悠的稳定度，纤瘦的大腿和空荡荡的膝盖先不谈，美型上好不好看，锁定完全不稳的关节让这套修罗王站立都十分困难，更不要谈什么摆造型。此时的玩家也终于反应过来 TW 为什么选择最后出主体的钢索。如果像绝创一样前3款同期推出主体，更会直接一败涂地。到如今，作为主要卖点的合体成了压垮 TW 修罗王的最后一根稻草，前期的一帆风顺在此刻功亏一篑。如今我们回望理性分析下，主要卖点的合体美型虽不及绝创的魔改画风，但好歹占个更接近同人卡面设定。质量方面，绝创虽然整体材质拉胯，至少在大量的拼装外挂零件下，让一体性能保证，战尸还是没问题的。TW 追求一体变形，甚至舍弃了钢索单体的2个形态，却还是需要一个肩甲来堵空位。结果问题却出在了下盘组合连接处。如果说放弃了合体的噱头做单体展示，前有更还原的 FT， 后有更原创的 FPJ， 大的有更帅的 GP， 小的有更好玩的 DX9， TW 此时可谓夹在当中，左右为难。更何况他的队伍里还有个拉低整体平均分的钢索，就像你的王者晋级赛，一个关键打野明着当演员，还到处蹭线吃队友经济，最关键不开龙不推塔，还完全没死过几次，你想举报他系统都不受理，你说气不气人？杀了那个大爷嘛！推他嘛！最终市场决定一切，预定价格也将近2600的 TW 修罗王，步了绝创后尘疯狂叠加。2套修罗王在发售初期势均力敌，舆论火热的追捧下销量不菲，价格也稳步上涨。到最后合体完成却双双破发，甚至腰斩，只是苦了那些预定的玩家和品牌的拥趸。第3方修罗王之争最后以2败俱伤收尾，绝创 TW 双方拖着残破的身躯退离战场。回望他们曾经厮杀过的时光，怅然若失，却也无能为力。残酷的竞争终将淘汰那些还没有适应时代变革的集团，他们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归，也在各自回营后舔舐着伤口，期待着下一次的机会与反扑。
绝创之后选择了进军漫画线，出了几款同样不尽如人意的作品后烟消云散，至今的威震天和漂移遥遥无期。当然后文书还有登场，也不过是昙花一现。TW 曾经放下调节车合体，弯道超车修罗王，可见其对这套恐龙的重视。但这次的大败也让 TW 从修罗王中汲取深刻教训，以后的合体不能再这么做了。为了兼顾3个形态，只能让产品越来越陷入怪圈，转不出来。所幸绝创教会自己，保了单体，保了变形，保了美型，至于合体的事情，交给配件似乎也不为过。反正大家合体都是用来战尸的，就无所谓了吧。做你妈！自此之后 ，TW 迎来50公分合体时代，大力神、混天豹、大无畏均使用各种大量的合体配件来实现组合形态的偷换概念，延伸到后续其他第三方大小比例也跟着争相效仿。直至如今，合体金刚终究是变形金刚领域最难的设计，没有之一。想要3个形态都能完美兼顾，想必也不是如今的技术和能力可以实现的。天将降大任于管他什么人，真正的零配件真一体变形合体，也只有 DX9 的大力神可以一战，但他终究舍弃了各方面的美型。O-X 的混天豹最终也输给了自己出的配件包，完美合体的时代看来还不到火候。多年后，当机器恐龙战役渐渐变凉， TW 的修罗王也改为 Zeta 推出再版。曾经2600-7的 TW 如今改为礼盒装， DX 精涂装版本只卖1000多块。绝创想起来曾经的老对手似乎还执着于没分出的胜负，于是他又操起修罗王重涂了一套暗黑的配色。本以为能像 MMC 冲云霄那样跑限定的量，卖倒爷再回笼些亏损，但绝创不是 MMC， 没有那么多稳定的核心粉丝，2399的发售价一度跌破1600一套，再也无人问津。雪花飘飘，北风萧萧。回想这两家当初的预定价格和那个年代的购买力，通货膨胀置换下，如今已不是价格腰斩那么简单。感叹当初的第三方市场竞争力和玩家购买能力，那个年代确实好赚钱。产品匮乏下的卖方市场，出什么都不愁销量。而如今，变完圈的老玩家已经被学费堆砌出的毕业证书，新玩家也在老玩家踏出的道路上顺利前行。世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变成了路。这句还真是鲁迅说的。机器恐龙大战可以说是第三方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对决，而其中的修罗王纷争也成了左右第三方走向的分水岭。历史值得铭记，不论那些参战者曾经是胜利或失败，至少他们都在为变完圈的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。期间，赢家功成名就，输家愤然离场，更有赔本赚吆喝和玩家那早已伤透的钱包。但不管第三方怎样争执，真正的最终受益者才慢慢浮出海面。他望着尸横遍野的战场，也轻轻地叹了一句：该出手了。要说那后文书官方下场将有怎样令人窒息的举动，尽在变百科传说中的修罗王。我们下文分解。这里是新人 UP 少主力，如果你喜欢这个太空桥底下说书的，记得关注、收藏、投币、转发，你们的支持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你喜欢变百科这个系列，就让它更加繁荣吧。我此生如走卒，你未曾知过步。论成败英雄，莫问出处。强人间皆朝暮，尘满面心如故。是非功过留待后人述。